国王，我听说哦，流感又来袭了嘞。最近不是刚刚送走了一波吗？怎么又来了？流感这种东西哪里有放假了？每年他们时不时都会来报道，而且啊，他们还不停的升级换代。你不要告诉我，病毒也玩版本更新？哎，没错了，病毒不停的在变，所以啊，我们就要时时刻刻呢提高警惕。一直在谈流感，因为它一直都在。打喷嚏、发烧是感冒还是流感呢？你分得清楚吗？流感年年变种，那疫苗还有效吗？流感有特效药治疗吗？流感应该怎么预防呢？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是不是流感又来了？最近好像很多人都中招哦。那到底这个是小感冒呢，还是大问题呢？马上来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好不好？好，马上欢迎呼吸内科顾问医生黄俊雄，还有另外一位黄俊雄是我们的艺人嘉宾，还有漂亮美眉何莹莹。OK， 来两位，请问一下，流感年年都会出现吗？那你们有中过这个流感吗？我没有中过哎，没有。有时候自己中了自己可能不知道中了都不知道哈。那你们有没有说一些方法去预防这个流感我会 spray 那个 hand sanitizer。 ？OK， 对，保持卫生呢？是。那俊雄呢有时候听到流感比较盛行的时候，可能会就吃多一点那个维他命 C 啊。？OK， 好。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中过流感，但是我相信我对流感呢的认识是有一点的，所以让我来考一考你们。哇，可以吗？认识一点就可以考人了。OK， 来，你中过2级流感，你就要拿全部满分。我一定满分的，你来。来 OK， 来啊，准备好了哈。好，来。第一题，请问年轻人得流感，它的症状会比较轻，真还是假？来，这样比较轻。所以一是觉得真假？我是假。哎，觉得可能年轻人免疫力会比较 strong 一点。是。不一定的，因为可能之前我妈妈是跟我生同样的病，但是她的没有什么，但是我就很严重哦，所以感觉不一定是年龄而已。是。因为我觉得流感这种东西，它的病毒是不会认你什么年龄的，因为当它一在你的体内攻打你的这个免疫系统的时候，它这是全力以赴的。答案是假。是假。对呀。主要原因是年轻人可能你的免疫系统比较好，是，但是不代表你不会生病。是。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21岁，他去欧洲游玩，中了流感。他回来的时候啊，病得很重，插管还不够哎，他的氧气都不能交换，他把他的血从他的体内拉出来，加氧气，再放回给他，再放回去。哦，是，所以没有看年龄的，对不对？好，那第2题哦，听清楚喽。病毒在温带国家更容易传播，真还是假？来，准备1、2、3。就是说，你觉得在温带国家没有这么容易？对，我觉得热带国家不管是什么都一样。不只是在冷的地方才会这么容易患上流感，对不对？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的，就是在去年在这个日本在冬天的时候，就很多人感染了这个流感，反而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新加坡这个比较热带国家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多。从这一点我就觉得说，在冷的国家，在温带国家比较容易患上这个流感。医生，你觉得他们的答案怎么样？正确答案是真。对呀，冷的地方那个病毒可以生存的比较久，是比较容易传染。是。 OK， 来下一题。OK， 还有2题啊，还有2个机会啊。第3题，流感只是严重一点的感冒，真还是假？流感只是严重一点的感冒。读报道看起来感觉上不是比较严重，就是不一样的感冒。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比严重的感冒还更严重，更严重，然后它更流行这样子。OK， 那也是成立啊。因为很简单了，感冒不会死人，流感会死人，所以流感是一定比感冒严重很多的。全部对，就是。普通感冒就是不是流感。流感呢，它整个名称是流行感冒 （influenza）。说普通感冒是 cold， 所以它是不同的病毒。流行感冒比较严重，死亡率比较高。最后一题啊，哮喘的人得流感，死亡率会很高，真还是假？患有哮喘的人可能体质本来就比较弱，所以他本来就
很难 fight 一些 virus， 然后一遇到流感就更难，就更难恢复，就是痊愈，对不对？是。可能流感攻击的就是我们的肺，还有那个呼吸那个整个呼吸道，对呼吸道，所以哮喘的人应该就会更严重了。我不同意，因为只要你有任何的一些所谓的疾病在你的体内，或者慢性疾病啊，对， whatever 这些也会提高死亡，所以不只是哮喘，哮喘可能只是其中一种。答案呢是真啊，哮喘是影响到你的呼吸道嘛，就会有支气管炎。支气管炎的问题是，有时候你不能把你的气全部吹出来。是，所以呢，流感呢，特别是流感冠病，他们有时刺激到你的气管，造成你不能呼吸。你讲的哮喘，如果你哮喘能控制得很好，就是每天用吸入器来吸药，不成问题啊。但是有些人哮喘控制得不好，或者他们不知道有哮喘，中这个疾病的时候，突然间2个东西一起来呢，完了，甚至还要插管。哎呦，所以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是比较危险，是有哮喘的话，对，好吧？好，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哦，成绩最好的是黄俊雄，哇，真的，原来黄金是有用的，哇，厉害啊！你也不赖啦，你的哎了，第3题，我排第3啦，阿英不错，拉衣服还有第2。没有，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医生，到底为什么流感会一直存在呢？是病毒如果要生存的话，它好像换衣服了。它一换衣服，你可能认不出它。哦，它会易容术嘛？对，那时候发生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免疫系统，所以你需要打那些疫苗，你就会有一个保护性。所以他们的这个传染力是很强的，是吧？传染力是很强的。医生，我想问，流感跟感冒要怎么去分辨？坦白讲哦，你不知道的，因为你起初的那些症状全部都一样啊，流鼻涕啊、咳嗽啊、发烧啊，有时候你甚至连病毒跟细菌你都分不出来。所以呢，流行感冒比较严重，严重的时候啊，去医院都来不及急救了。如果能够早期的话，验一下，好像鼻子检验，他们可以做一个 test。那哪一些人呢，就感染到这个流感呢，会更危险？比较年老的，60岁以上，如果你有糖尿病啊，是哮喘病啊，都可能。 OK， 很小的小孩子也是有危险，多小？2岁以下吧。2岁以下。哇，天哪 ！OK， 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吗？保卫，还有可以考虑吃维他命 D， 是维他命 D 对免疫系统会有帮助。那医生，刚刚你说保卫，你指的是我们肠道的这个健康吗？对，因为里面很多小小的好的细菌在里面嘛。如果细菌变化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影响到，所以最好是保护一下。是不是说我只要补充一些益生菌啊，益生元啊，就可以有效的增加我身体的免疫力呢？对，所以在你的肠胃里面，我们英文叫做那个 microbiome。我们相信这些 microbiome 要维持，所以要维持的话，可以用益生菌来维持一下。那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是哮喘的人如果得到流感的话会很严重。那有些人又不知道自己有哮喘，那怎么办呢？我们做一个肺活量检查，是验一下。所以我们做了过后啊，他们的肺活量，比如讲说你在肺里面应该吹出来100%的气，他们只能吹出50%。但是这个是从小就有哮喘没有发现，还是他们后来才变成有哮喘？如果是严重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啊，是可以喘嘛，有喘的声音，什么医生都可以看到的，有哮喘，容易发现。对，但是如果是轻微的啊，你每年你的肺活量下跌一点，下跌一点，下跌一点，等你中流感的时候，bam， 它就下跌得很厉害。严重的话就是进医院了，不严重的话哦，可能你一直咳，一直咳，你的公司每个人都好了，你自己一直在咳，咳不停，咳1个月、2个月，那也是哮喘啊，有可能。欢迎石美宝医师，欢迎。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是如何理解这个流感的呢？最近流感比较高发，是我们中医呢称之为实行感冒，它是比普通感冒更厉害。那就像在《黄帝内经》里面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抵抗力。是当天气忽冷忽热，它打乱人体的节奏，是相当于给病毒开了后门。那这时候呢，免疫力强的人，他就像穿着防弹衣，是病毒来了就很难突破了。但是呢，免疫力弱的人呢，他的这个呼吸道跟这个皮肤接触都可能中招。所以呢，换季流感特别凶，病毒
专挑体虚者。所以以中医的角度呢，是应该怎么提高免疫力呢？想要提高免疫力，关键做好2件事。第一呢，熬夜伤身。我们呢晚上11点前，睡的话就是给身体存钱。那如果呢熬夜就等于透支。那第2天呢，如果你熬夜过后，你千万别做剧烈运动硬撑反而会更伤元气。是，好睡眠比什么补药都管用。一般上你们是几点睡啊？莹莹，我有很不好的习惯，因为可能我一整天拍戏，我回到家我就会报复性的不睡觉。那你一般上会做什么？就躺在床上滑手机，跟我的猫咪一起玩。我通常都1点多才睡嘞，11点是我还很清醒的时候。真正是几点睡过后才算是熬夜？中医理论认为是11点到1点呢是胆经运行的时间。那此时呢你不睡呢，会影响到那个肝胆排毒和身体修复。那长期呢晚于11点入睡，即使睡够8个小时那也可能因为生理时钟紊乱导致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等问题。那医师，我想问，那有些行业啊，他们没有办法嘛，时间不固定，那怎么把这个不够睡眠补回呢？有2个解读的方法。是。那第一呢，如果说是长期以来都是处于这种时间，睡眠它不会打乱，就是永远都是在固定的一个时间。重点是呢，如果他做工的时候是以愉悦的心情来做，他没有抱怨，那个肝气就被堵不堵的话那就通的话做得开心，那什么都行。那敬业乐业就好了。敬业乐业是我们不抱怨。对。再有另外一个时段呢，就是心经，我们的那个心的经络，手少阴心经，它在11点到1点呢，就是你最好补眠的时候，大概用15到30分钟的时间补一个睡眠。你是说白天吗？白天的11点到1点，对。所以这个时段，如果你补好你的睡眠的话，它就感觉好像精神焕发。那说到睡眠呢，除了睡眠之外，还有其他方法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吗？其实呢，养好脾胃是养好免疫力的关键。我们要按时吃饭，但别吃撑，7分饱呢是最养人。那吃什么呢？这个时候都能好好吸收。那特别要注意保持大便通畅，至少1到2天一定要排便。现代研究呢也证实了，肠道菌群平衡的人，呼吸道感染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加强免疫力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抵抗这个病毒的侵略。那平时吃的营养，睡得好，然后适当的吸取这个益生菌跟益生元，就可以加强这个体质了。那我是想要问医师说，在加强我们脾胃的吸收的同时，要怎么清除体内的这个浊气呢？中医呢有3通排毒法。那第一通，大便通。那每天晨起时呢，空腹喝温水。那饮食要加粗纤维，好像燕麦呀、芹菜，以助大便，让代谢废物不堆积。那第2呢就是气通。那气通呢，我们可以拍那个巴须的那个腋窝，可以疏肝理气。OK，因为生闷气的时候，那个气其实堵在这些膻中这个腋窝以下，还有这个地方。大概一次要拍多久？大概一次要拍30下这样。30下就好。对。第3就是汗通。那汗通呢，就是其实你每周抽2天的时间去做一点快走或者是瑜伽。有微微出汗就行。所以这个就是可以通过你的皮肤把那些汗水不好的东西给排出来。对的。可是如果没有运动，然后只是天气热出汗也可以吗？那就差了一点点，因为我们是要通过自己的气血运行而造成的流汗，而不是靠这个外注的温度而让我们流汗。好，所以大家都准备好了，医师已经分我们一把尺，然后他这个有这个哑铃。那第一个动作要教我们的是什么？这个动作呢是叫接力传物。OK， 来，就是从前面往后接，然后再另外一只手往前带去后部接，就是一直这样做。对，一直这样做。对，哇，其实有点紧呢。对呀，一边不大行，另外一边可以。对，有50肩的人就比较难呢。为什么才要长一点点？你也可以用那个不求人的那个长度来开始做。用毛巾这些都不行。毛巾因为它不是垂直物，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呢是为了要打开我们的肺胸肌，然后还有舒缓这个肩颈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是建议你左右手各30
36下起步然后你慢慢呢增加到100下或10分钟。如果那个人他的柔软度非常好的话，他完全不需要任何东西，他的手握手就可以了。如果说他本身是柔软度很强的人呢，我会建议加一点点这个重量，因为如果他本身柔软度高的话，其实他很容易伤到这个韧带。那些柔软度高的人，我们其实是不建议做很多拉伸的运动。可是如果你加了这个重物的话，它可以健这个肌肉，练肌肉，其实是会好的，效果更好，比较好的，比较好。好，那第2个动作叫做什么？上下齐发。哇，我喜欢发这个字。OK， 怎么做？来演示一下。哎呀。双手就这样往下跟往后甩。那做这个有什么好处？它能提升心肺功能、通气血，还有增强免疫力。那我们建议呢，左右手各100下。所以一天如果有像刚才我介绍我们的那个接力传物，还有上下齐发，还有拍巴西，就更能够增加我们的抵抗力了，对不对？对的。OK， 来，医师，今天的这个食疗叫做什么？北芪薏米水，它是一个民间的偏方。食材呢有黄芪，我们就是叫北芪；黄芪呢就是以补气为主。中国薏米就叫薏仁，不要混淆，它不是西洋薏米，它是中国薏米，可以帮助健脾祛湿。先把这个薏仁简单洗一遍，再把这个薏仁跟这个黄芪放进去这个锅中，然后中火煮开后继续煮30分钟即可。然后就当做这个白开水来喝也可以。其实我们是建议1周喝1到2次来保健。其实，在关闭过后有很多咳嗽啊，一直有痰黏在这个喉咙，怎样都去不了。其实喝了这个，他们发觉渐渐的这个痰就不见了。就是咳嗽就慢慢的好了。那什么年龄的人是不适合吃，还是谁都可以喝？老少咸宜。黄芪本身是微温，然后这个中国薏米呢，它是比较微寒，所以加了这2片长形的这个黄芪呢，它其实可以中和它的性质，不会偏寒。所以我才说男女老少咸宜，喝得很舒服哎，而且它一点中药味也没有，可是你慢慢又有一点中药的香味出来。那想请问一下西医啊，在这个流感的治疗方面有哪一些方法？你一验到流感，是越快就吃戴咪夫，尽早吃越好。那如果有时候有些人他们中了流感过后，免疫系统压低的时候，可能会有细菌感染到。如果真的是细菌感染到肺炎的话，就应该用抗生素。OK， 但是我们的流感还是防不胜防啊。是，所以想要问一下医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在真的碰上流感的时候，可以降低它的杀伤力？是。若已中招呢，我们要记住3减原则。那第一呢是减消耗，立刻停止剧烈运动或者是加班。是。那保存体力，不要透支。然后再来呢就是减食量。在发烧的时候，脾胃呢是最脆弱的，所以宁愿饿一顿比硬吃更利于恢复。那第3呢就是减焦虑。那恐慌会加重这个症状，然后保持身体在排毒的淡定心态是比较有帮助的。OK， 多睡觉了，对吧？也可以啊，睡多一点呢，也可以啊，多休息也可以啊，多休息吗？对吧？对啊。如果你中到病毒感染的话，身体会觉得很弱，是，所以你身体就会睡。是，要多休息，多喝水。刚才你提到了不要做激烈的运动，因为有时候这个流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脏。是，然后你听到人家讲，如果你中流感的话，不要去运动，因为有时候心脏病会爆发。那个就很严重哎，有时候可能会心停，突然间倒。2位有没有接种流感的疫苗？没有哎。是觉得不需要吗？对，因为我一直都在新加坡，所以。你觉得新加坡没有流感吗？你能活到今天也算是非常幸运。对啊，我30年没有 OK 没有中过。快点聊。OK， 大叔。我刚最近因为去日本嘛，那个是日本年头过后呢，就已经买好机票了，然后就听说那里很盛行，是，所以就去打疫苗。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说，因为有这个东西，然后好像几乎要断货那个疫苗。对，那时候啦。然后刚就打了啦。
然后医生就说那天就不能有激烈的运动，然后感觉上有点手臂会酸痛，是，然后说可能会发高烧什么的，但是我那天我没有。所以医生是不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出国我才打那个流感疫苗，我没有出国就不用？哦，很多人是讲说，如果你出国的话，可能你去东京啊，冷的地方啊，对。但是我刚才有讲过，那些新加坡人去东京带回来那个流感哦，也是可能会中吗？是，所以你讲的对，在新加坡也是应该打，可能您的那个那个基因很好，到现在还没有中，但是还是保护一下。我觉得没有啦，只是我在家里，我宅在家，我没有出门。因为他没有朋友的，没有人要出门的，他没有朋友的。呀。不过医生，我想问，如果我中了那个流感，我还可以打疫苗吗？康复过后，可能2个星期后就可以打，还要保护一下，因为你不只可以中流感 A 型的，还可以中 B 型的嘛，对吗？有可能一直换。那医师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吗？医师？那如果真的是打了疫苗呢，我们可以多喝温水。那如果打针的这个部位啊肿痛，我们可以用温毛巾热敷不要让不适的感觉累积在同一个地方。是。那么今天听到这个医生跟医师这么讲，我们也认识了这个很多对关于这个流感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呢，流感呢是年年都有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做好防护，接种疫苗，不要等中招了才来后悔。说得太好了，希望大家看完这期的节目之后呢，对流感有多一份的认识，也有多一份的防范，然后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顺顺利利的躲过这个流感的攻击。好，说得很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谢谢黄医生，我们要谢谢许医师，当然要谢谢黄俊雄还有莹莹，谢谢你们。好，那么下一期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